美国媒体对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歼11战斗机换新予以了很高的关注，并认为这是一款综合性能与歼16不相上下的强大战机。一起来看详细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这两天，针对央视曝光的中国海航新型重型歼击机的动向，美媒似乎格外的关注。而最近，解放军海航部队新换装的歼11 BGH 战机在南海进行模拟实战演练的消息，又引起了美媒的密集报道。美媒 Military Watch 报道称，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换装歼11 BGH 重型歼击机后，在南海上空进行了4v2和2v2的空中对决，涉及的演练项目包含自由空战和战术攻防演习。美媒认为，随着海航部队从歼11 BHS 换装歼11 BGH 战机，将使解放军海航部队实力大幅提升。而且在南海地区演练的又是南部战区的海航部队，这些部队负责捍卫台海和南海地区的安全，尤其是美国军队近年来在亚太地区频繁活动和军演的举动，使该地区的局势紧张了起来。而解放军海航部队依靠的主力就是歼11战斗机，这种战斗机相比歼10具备更远的航程和大载弹量，能够胜任远距离的作战任务。早期的歼11战机继承自俄制苏27战机，早期中国的航空工业较为薄弱，选择从俄罗斯引进苏27战机直接进行仿制。针对后续引进的苏27进行了大规模的仿制工作，由沈飞全权负责。早期的苏27仿制战机被称为歼11A 战斗机，初期的歼11A 战机的关键设备全都是俄罗斯原版。后续等中国完全建立苏27生产线后，便开始在歼11A 战机的基础上进行国产化的改进，在不大幅改动机体气动外形的情况下，为歼11安装上了国产的发动机、航电、武器等重要系统组件。这款经过大改的歼11战机被命名为歼11B 战机。可以说，在歼11B 战机上，我国军工业实现了机体平台、材料、动力等装置的全面国产化工作。而歼11A 则在生产104架后彻底停产。歼11B 在性能上已经全面超越了歼11A，具备更先进超视距空战能力。同时，歼11B 的内部结构也进行了合理改进，机体寿命获得进一步加强。不过这远远不够。歼11B 战机的机载雷达是传统机扫雷达，而美国的 F-15EX、法国的阵风 F-4战机装备的都是更加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。这种先进雷达是西方先进战机的标配，其性能均全面超越机扫雷达。空军的歼10C、歼16、歼20战机就全面换装的有源相控阵雷达，因此歼11B 也进行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换装工作。同时，发动机也换装成歼16同款的涡扇10国产发动机，火控系统也进一步获得了提升。此举使歼11B 的作战性能一跃追上了世界顶尖 4.5 代常规战机，尤其是其空战能力得到了大幅度强化。以往歼11B 装备的霹雳12空空导弹有效射程也不过是100千米以内，而此次随着换装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和升级火控系统，歼11B 可以发射最先进的霹雳15和霹雳10空空导弹，这两款导弹是解放军当前现役最先进的空空导弹之一。大幅改进的歼11B 被称为歼11BG，歼11BG 的事态感知能力和超视距空战能力被提升至了歼16的水平。美媒推测，歼11BG 具备打超远程空空弹的能力，配合预警机，可以在400千米之外打掉美军的大型飞机，从而造成美军体系作战重要的链条崩坏，使中国海空军获得局部优势。在海航部队的歼11BG 战机的名称为歼11BGH。美媒认为，随着歼11系列战机2018年最终停产，解放军预计将升级海空军剩余的200多架歼11B，并且把它们全部升级至歼11BGH 的水准上。这将是解放军先进战机集体的大规模升级，因为该战斗机仍然是最强大的非隐身战斗机之一。理论上讲，歼11BGH 战机对于美国的舰载机主力 FA-18EF 战斗机拥有巨大的空战优势，
尤其是凭借先进的大功率有源相控阵雷达和霹雳15导弹，再加上中国海军、空军500预警机的协助，歼11 BGH 可以给予美海军航母编队的 E-2D 预警机和 FA-18EF 战斗机造成巨大威胁。而且这些海航战斗机也可以部署在中国南海的岛礁机场上，对周边国家形成南海南部空域的空中优势，尤其是针对越南的苏30 MKK 而言。因此，随着解放军大幅升级先进战机，解放军对于南海掌控能力也获得了进一步增强。